开学第一天，女孩就被豪门大小姐用500万支票砸脸，要她搬出寝室。看着那一串串的零，女孩眼冒金光，可是却突然觉醒了恶毒女配记忆。按照原剧情，她收下支票后，却一直怀恨在心，认为大小姐在侮辱她的人格，于是暗中造大小姐的谣言，导致大小姐被男主误会，追妻火葬场，最终英年早逝，而她自己也落得个凄惨结局。苏荷脑子里疯狂吐槽，拿了钱还怨恨，脑子有病吧？她一定要紧紧抱上女主大腿。于是苏荷艰难地开口。不搬，这样的富家千金住校，肯定是家里强求的，他一定要抓住机会。楚婉宁刚想说，还没人敢拒绝我，苏荷直接就一个滑铲来到他的身前。我亲爱的大小姐，这破烂的寝室如何配得上你天仙般的气质呀？不是单间住不起，而是有我更有性价比哟。性价比？楚婉宁迷茫的挑眉，性价比是什么？500万只是随手的零花钱而已。我尊贵的千金大小姐，咱俩是一个专业的，我愿意为您鞍前马后，整理卫生，学习笔记，考前押题我全都会的呀。看着楚婉宁迷茫且心动的眼神，苏荷立马摇着尾巴继续诱惑。或许大小姐每样都有别人做，但是我一个更比10个强呀。而且就在说话的功夫中，苏荷就已经把大小姐的床铺好了。本来要住在破烂的宿舍，没有王妈服侍的日子就烦，却刚好有人贴心的送上枕头。楚婉宁看着整齐的床铺，克制着轻松的情绪，轻轻点头，对苏荷的做法十分满意。苏荷长出一口气，耶，成功留在财神爷身边了，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干起活来更麻溜了。一会功夫，整个寝室就焕然一新，甚至连大小姐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然后苏荷小心翼翼、绿茶似的将那张支票还给楚婉宁。既然我现在没搬出去，这钱，楚婉宁有些呆滞，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的道理，送给你当个见面礼吧。干得好再开工资，家人们谁懂啊？刚开学就能当富家大小姐的狗腿子，真的好爽啊！等全部收拾完，楚婉宁却一脸嫌弃地看着苏荷，糟糕，大小姐不会是后悔了吧？苏荷心头一紧，你穿的是什么破烂？我家王妈穿的都比你时尚，还好不是让自己搬出去。苏荷立马回答，我去买2件新衣服。楚婉宁眉头紧皱，算了，吃个饭陪我逛街吧，我害怕你跟着我丢我的脸。苏荷屁颠的就跟着楚婉宁下楼，楚婉宁倒是没嫌弃苏荷上她的跑车，乌拉的开着车就去了旁边的商场。看着那性感时尚的风格，让苏荷感觉简直不是跟她一个图层，让苏荷哐摇头。楚婉宁不满，跟我一样的你还不乐意？不是不乐意，我没仙女的气质，穿不出来一星半点。我看隔壁那些运动休闲的还可以。楚婉宁抬眼扫了一下苏荷说的那家店，点了点头，接着走过去，这个不要，其他全部都包起来。苏荷眼睛瞪得像铜铃，用手指着自己，这些全部都是给我的吗？你看我是会穿这件衣服的样子吗？楚婉宁有点怀疑，苏荷这个高考状元的水分，怎么脑子不太灵光？买完衣服，楚婉宁又带苏荷去做了美容美发，看着焕然一新的苏荷，勉强满意的点点头，还算有个人样。然后辅导员叫苏荷去办公室，正好楚婉宁也没其他事，干脆开车送苏荷过去。在行政楼楼下，一个容貌俊朗的男大学生皱眉看着楚婉宁，真是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呀。楚婉宁，你就算一直跟着我，我也不会和你订婚的。看着楚婉宁脸上的不耐烦，苏荷直接老母鸡护崽子似的蹦到他们中间，不是见过自恋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贱的。学校你家修的，婉宁是陪我来行政楼，你算哪块大头菜啊？此人正是原剧情的痴情男二唐三，痴情女主却不敢说，直到和楚婉宁订婚时才拒绝联姻。就在苏荷生气时，楚婉宁却被苏荷说的话点醒了。这楼，楚婉宁指了指行政楼，我家捐的，写的我家名字了，怎么着我来不得吗？于是苏荷助攻骂道，唐三你可别给你自己脸上贴金，这楼是我们楚婉宁家。苏荷话没说完顿住了，老天爷，世界上有钱人这么多，多我一个怎么了？楚婉宁家有钱是真捐楼啊。唐三被气走了，楚婉宁挽住了苏荷的手，跟他说了句轻轻的谢谢。辅导员叫苏荷来是作为新生代表上台演讲的，顺带想敲打一下苏荷，鼓动他加入学院的办公室去做材料的。可是当看到楚婉宁的一瞬间，就变了态度。楚婉宁很乖的坐在沙发上，等我跟辅导员说完，礼貌的跟我一起跟辅导员道别。在行政楼下，苏荷被叶玉娇拦住了。同学，你可不可以把新生代表演讲的机会让给我？苏荷只觉得莫名其妙，你去跟辅导员说啊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可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，我想站在台上，让更多的人看到我。大姐，你有病吧？听不懂人话吗？你找我有什么用啊？找辅导员啊！可是辅导员说你同意才行。叶玉娇哀求道。路过的学生看到叶玉娇哭兮兮的样子，已经有围观的架势。苏荷可不喜欢被人当猴子看，说话毫不客气。辅导员叫你来找我，而今天又叫我来，说明辅导员本来就没想让你当新生代表。你不去辅导员面前争取，反而来为难我，算什么意思？还一副委屈的模样，好像谁欺负你似的。叶玉娇眼泪刷的就下来了。僵持间，楚婉宁已经把车开过来了，苏荷直接潇洒上车。楚婉宁开车的面庞满是笑意，最烦这种动不动就哭的人，好像哭就占了一样。吃瓜的苏荷直接贴脸过去，大小姐，你和他有仇啊？楚婉宁嘲讽一笑，这是我哥哥资助的贫困生，嫉妒使穷鬼面目全非，同为贫困生。叶玉娇享受着豪门资助，还觉得比自己更缺这个机会。苏荷顿时觉得自己言辞还是太温和。楚婉宁接着说道，我刚刚走开，就是不想被他缠上，明明受我们家恩惠，还老是向我哥哥表现的好像我欺负他一样。没事大小姐，这种绿茶以后老奴来帮你解决。楚婉宁很庆幸，还好当时苏荷没有接过那
那100万搬出去。这个人在身边还挺好的，可是嘴上却说那我等你表现。苏荷笑得没心没肺，大声回应：得嘞。停好车后，苏荷开开心心地围着楚婉宁往寝室走去。在寝室楼下又有一个帅哥，比唐三更帅，比唐三的表情更不耐烦。此人正是楚婉宁的哥哥楚墨寒。因为叶玉娇那个绿茶对楚婉宁误会很深，聪明如苏荷已经意识到这就是冲着楚婉宁来的，于是狠狠地在自己的大腿拧了一下，泪水哗啦啦的就流下来了。婉宁，我应该听你的，答应把机会让给叶玉娇的。这让楚墨寒瞬间摸不着头脑，却敏锐地听懂到了楚婉宁叫苏荷把机会让给叶玉娇。我知道婉宁你是心疼你哥哥，要帮叶玉娇，可是我难道不是你的小宝贝小心肝吗？楚婉宁虽然不知道苏荷这是演的哪出，但是却很配合。苏荷粗糙的手抓住楚墨寒的真丝衬衫，我从偏远的农村考到这里，暑假的时候一直在家里做农活，割猪草，你看我的手，甚至衣服都给人挂抽丝了。楚墨寒沉默了，确实粗糙。大小姐大少爷，求求你们行行好吧，我知道我不敢跟叶玉娇嫂子争机会。楚婉宁霸道总裁文招牌皱眉，什么嫂子，她也配？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楚墨寒诡异的心虚了，他真是昏头了，为了自己资助的贫困生，居然来质问自己亲妹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女朋友呢。苏荷继续煽风点火，可是我是我们的全村的希望，我妈妈都让全村知道我是大学生新生代表，我要是没上台，我们全家都会在村子里面抬不起头的。楚墨寒理智回归了，好像这本来就是苏荷代表新生演讲，人家不愿意再咄咄逼人，这就是叶玉娇说的他被欺负了吗？在楚墨寒沉思的眼神中，苏荷继续得寸进尺，答应我妈的事情我却做不到，我还是死了算了吧。说着苏荷就打算阴暗扭曲的爬行，这可把楚墨寒吓了一大跳，赶忙把苏荷拉起来，我不是这意思，趁他病要他命。苏荷顺杆子往上爬，楚墨寒一拉他就起来了，叉着腰叫唤，那你是啥意思？仗势欺人啊，逼死我算了。婉宁，楚墨寒有点措手不及，求助的看着楚婉宁，叫啥叫？你们都逼我，怎么我不如叶玉娇可怜吗？怎么她哭2声，我堂堂正正考到状元才获得的机会就要拱手相让了？楚墨寒突然也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点无理取闹，赶忙灰溜溜的走了。楚婉宁脸都要笑烂了，却还在努力保持大小姐的矜持，最后实在忍不住过来挽住苏荷的手。苏荷，你真棒，我从来没看到我哥这么吃瘪，每次为了那个白染跟我争得跟个什么似的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觉得自己理亏。苏荷悠悠道，小姐好久没有这么笑过了。走回寝室躺尸，苏荷拉着好久没这么笑过的大小姐回到寝室，然后就开始准备新生代表演讲的稿子。突然楚婉宁有点心疼的问，你在家里真的要割猪草吗？有喂猪的成分，但更多是练拳，打那些不识好歹的小混混。苏荷笑得放肆，去他的炮灰，去他的恶毒女配，他一定要把剧情戳个稀烂。第二天新生演讲，可是苏荷却一直没有出现在现场。原来很早就有一个面生的学生说辅导员叫苏荷去彩排，而苏荷问了辅导员却有此事，就跟着那人走了。为了赶时间就走了小路，却没想到被那人直接推下楼梯，因为刚开学又是小路，就没人发现他。苏荷醒来看到的就是被楚婉宁打爆的电话，最新的一条消息是辅导员谴责苏荷失联，说再不过来就让叶玉娇上台演讲。于是苏荷边往演讲的地方赶边报警，可是等苏荷赶到时，叶玉娇已经站上了主席台，看着苏荷的腿还淌着血，整个人也狼狈不堪。新生们发出一阵惊呼，叶玉娇的开头宣言在新生的喧嚣中不得不停了下来。在领导们正探究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楚婉宁看到了衣服破损的苏荷，刚想过去搀扶，苏荷却用受伤的双臂翻上了主席台，狠狠地推了叶玉娇一把，并拿过话筒，很不好意思破坏了新生演讲。苏荷给学院的领导鞠了个躬，但没有人能拒绝在迎新会上吃瓜吧。接着苏荷手指向叶玉娇，叶玉娇，楚家资助的贫困生，高考成绩插线录取，几次三番拦着我，要我把新生演讲的机会让给他，我又不是他妈，没惯他，他就去跟资助人哭。苏荷快步走到楚墨寒面前，拍着桌子说，对，叶玉娇的资助人就是他，楚家大少爷，楚大总裁。当然苏荷拍桌子不是为了指责叶玉娇想让楚大总裁给我施压，把他没拿到这个机会归咎于楚大总裁的妹妹不喜欢他。底下一片哗然，苏荷直接张口就骂，简直是无理取闹，你也不看看你那比我低小100的总分，你算哪根葱，在我面前跳，你想要啥就是啥，我又不是你爹。叶玉娇气得发抖，就要去抢苏荷的话筒，苏荷一下子就制住叶玉娇，一计不成，你又玩脏了是吧？叫人推我下楼，没想到我没摔死，还能出现在这里，破坏你精心准备的演讲。底下的新生窃窃私语，对啊，新生代表不是他，事发突然，他却妆容精致，早就准备好的样子，怎么看这个叶玉娇怎么心虚呢？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开学典礼了。苏荷在来的时候就让系统给楚婉宁发了他被推下楼的视频，叫楚婉宁想办法投到大屏幕。警察到来的时候，刚好视频放完，于是叶玉娇和他的追求者被带走协助调查了。而楚墨寒看到苏荷走之前怨恨的眼神，不由得有些心慌。受害者苏荷从楼上摔下来，于是先送他就医，就要往最大的公立医院开。去我家的医院，楚婉宁不同意。等到了公立医院的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天杀的私人医院，什么时候听到大小姐的手笔才能不惊讶？虽然大小姐是在关爱他，但是苏荷觉得真没必要，这点伤再不去医院都要愈合。突然看到楚婉宁俏皮的眨眼，苏荷瞬间秒懂，乖巧的跟着大小姐去私人医院。警察叔叔本来还心有疑虑，但听到是新城医院，全市最权威的医院之一，就没意见。于是，在大小姐驾到的无微不至的检查中，苏荷喜提中动脑震荡。等载着苏荷两人的警车到警察局的时候，西装革履的楚家律师早已经在门口等候，有律师帮忙处理。苏荷做完笔录，提交完证据就离开。在车上，大小姐很不开心，你这个样子还怎么干活？切，口是心非，明明眼底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。放心，这点小伤问题
题不大。苏荷嬉皮笑脸。楚婉宁冷哼一声：“你是我的人，我可不喜欢身边的人受伤，这样我多没面子。好遵命。”路上接苏荷到了辅导员的电话，让他去行政楼一趟。原以为是要给他处分的，没想到竟然要他录一个单独的新生发言。苏荷刚从行政楼下楼，就又看到大少爷和大小姐吵起来了。不是我说啥，楚大总裁，你堂堂大总裁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不能换个地方吵架吗？楚大总裁刚想说女人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，就被受不了的苏荷一手逮一个，逮到了僻静的地方。好了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楚墨寒被拉着和楚婉宁挨着，顿时控制不住自己。婉宁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你出生在我们楚家，就不能体谅一下叶玉娇吗？他来到这里不容易，你就让苏荷放过他吧。他出生在楚家，为什么要体谅叶玉娇？怎么是叶玉娇生他养他的？苏荷这个清汤大老爷可听不下去了。叶玉娇很可怜。楚墨寒有点底气不足。哦，你看看我的伤，他谋杀我活该呗。你这个总裁别做了，去考警察局吧。苏荷白眼都翻上天了。你，楚墨寒气的话都说不清楚。你什么你？苏荷直接往地上一躺，来人呐！楚家总裁打人了。这一下直接吓得楚墨寒拔腿就跑。楚婉宁看在眼里，感觉苏荷这人真能处，他哥欺负他，苏荷就真讹他哥，太棒了。勤劳的苏荷回到寝室就要打扫卫生，被楚婉宁阻止了。我喊了家里的阿姨定期来打扫。苏荷大脑一呆，自己要失业了。不要啊，大小姐，你这个脑子还是多多学习，把考点给我画好。我是家里捐楼给我塞进来的，我可不想挂科。好险，差点就以为大小姐这碗软饭吃不下了。你说我去学个驾照怎么样？苏荷问的真诚，自己总得有点作用的。于是第二天人潮汹涌的早八队伍里，大小姐成功的坐到了苏荷的破旧小电驴的后座。教室里面不少同学都好奇的打量着昨天的话题中心苏荷，同样好奇风云人物的高数老师也对苏荷接连提问，而苏荷全部对答如流，只有一脸迷糊的楚婉宁精神恍惚。就在苏荷发现自己小电驴不见，准备撸起袖子要报警抓偷他小电驴的贼时，楚婉宁才回过神。我给你换了个电动车，之前那个叫人处理了。是，那个二手小破烂什么档次能配得上我们大小姐？苏荷顺着大小姐的手指看到了车群中最漂亮那辆电动车，眼睛都要直了。到宿舍楼下，苏荷上下左右仔细研究，才发现这个电瓶是不可拆卸的，学校又只能拆了电瓶回寝室充电，这可咋办了？钱管家，我的电瓶车在学校没地方充电，你马上跟学校沟通规划一下。苏荷顿时睁大了嘴巴，其实他想说换个电瓶车，大小姐这是不是太破费了？我们完全可以换个可以拆卸充电的电动车。楚婉宁满不在乎的摆手，我们楚氏集团每年都有5000万的预算扶持各大高校，反正给谁用都是用，不如给我用。苏荷逐渐麻木，好，666，果然大小姐就是有排面。走着走着，就在宿舍楼下又看到痴情男二唐三。叶玉娇不是那种恶毒的女孩，你们误会她了。如果你让你的人撤案，我会考虑跟你订婚的。唐三的态度高高在上。楚婉宁其实一直有点放不下唐三，可能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吧。可自从上次苏荷怒对唐三后，她发现她对唐三就无感了。那天回去的路上，苏荷一直骂骂咧咧。大小姐这么有钱，有时候也可以去好好看看你。拒绝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也可以很体面，但她偏偏选择了最伤害你的。在订婚宴上，众目睽睽之下让你沦为笑柄，她哪里配得上你？这次再见到唐三，楚婉宁气的眼眶都红了。她凭什么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会为伤害自己的垃圾回头？唐三却还以为是因为楚婉宁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，心下一阵厌烦，还想着为了叶玉娇忍受一下。好，你是不是内心正上演痴情戏码啊？我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，我好伟大。苏荷忍不了一点，开口就嘲讽拉满。你，唐三听闻有点恼羞成怒，你果然比不上叶玉娇，连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身边的人也都是些泼妇。楚婉宁已经平复好了心情，语气平淡，招手。唐三，你过来。唐三极其不耐烦，可一想到叶玉娇还在警察局受苦，勉强的走到了楚婉宁面前。楚婉宁轻蔑一笑，直接就狠狠的扇了唐三一巴掌，力道之大，就连那精致的10厘米美甲都扇歪了。我想打你很久了，你唐家私生子扎堆，要不是我抬举你，你这个唐家大少爷能不能站在这都犹未可知。苏荷捧着楚婉宁的手，吹了吹气，大小姐乖，大小姐不痛，都怪她脸皮太厚，把我们大小姐的指甲盖都打飞了。楚婉宁，你不要再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了，这巴掌我替冉冉挨了，你现在马上叫律师撤诉，要不然我再也不会原谅你。呦，再也不会原谅你。苏荷夸张的复述，听得楚婉宁尴尬的脚趾都要挖出一座城堡了。唐三都要气炸了，他不敢打楚婉宁，还不敢跟苏荷动手吗？于是185的唐三咣当摔地上了。苏荷轻轻松松给了他一个过肩摔。嗨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一不小心把你当过年杀的猪了。唐三愤怒的从地上爬起来。下课铃响了，人要开始多起来了。苏荷心想坚决不能让大小姐在人来人往的围观中当猴子。于是当唐三再一次想推苏荷时，苏荷直接顺势往地上这么一倒，别打我，救命啊！吃瓜的目光刷刷刷的看过来，不出3秒，唐三就跑了。苏荷立马蹦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晚上表情一言难尽的楚婉宁的手，快乐的上楼吃饭。楚大小姐悠悠的感叹了一句：“你倒是能屈能伸。”苏荷的脑子暂时出走，直接倒也不知道你之前瞎眼看上他啥了。楚婉宁笑笑：“是啊，还好遇到你，还好你之前骂我那些话点醒了我，要不然我这眼睛还得继续瞎。”吃完饭，苏荷又随手写了道题，检验楚婉宁的学习成果。楚婉宁的脸一下子就变成了苦瓜，哭丧着说：“我的小宝贝，你不是坚决抵制我不喜欢的东西吗？高等数学除外，不，总的来说，学习除外。”被高等数学折磨的大小姐抱怨：“都怪妈妈不让我考电影学院，要不然哪需要学这些课程？”苏荷偏过头看楚婉宁：“你很想当明星吗？”“是啊，当明星应该很轻松吧，会有很多人喜欢我。”
楚婉宁神色中仍然有憧憬。大小姐，这我就要说你2句了，这可不兴这么想，夫人都是为了你好，只要你当了公司总裁，多少明星捧不出来啊。苏荷继续循循善诱，到时候那些被那么多人喜欢的明星，还不是要看你的脸色过活？楚婉宁的眼睛亮了亮，是哦，她作为楚家大小姐，很多时候都是被人捧着的，只要自己够硬，就不用顺从别人了。大师，我悟了。楚婉宁双手合十，拜了苏荷一下，顺便给自己妈妈打了个电话。妈咪，楚婉宁甜甜的叫了一声，然后把这2天叶玉娇做的腰娓娓道来。巡视自家会所，傅文英听到女儿终于回心转意，眉头舒展，这傻丫头可算想明白了。妈咪，上次唐三大庭广众下退婚的补偿我要，我不会再拖妈咪的后腿。傅文英非常欣慰，我的小宝贝终于想明白了，要什么奖励？楚婉宁声音有些楚楚可怜，原本爸爸给我的股份，我怕哥哥伤心没要，但是现在他和叶玉娇一起伤害我，我要拿回来可以吗？傻孩子，本来就是留给你的。傅文英很开心，她的恋爱脑女儿终于开窍了，比他哥那个大叉烧好多了。你明天就去集团旗下的律所把手续办了。傅文英女士迅速安排。不行哦，妈咪，明天我满课。楚婉宁有些为难，你傻啊，先把正事搞定，课我晚上回来给你补。苏荷插嘴，这是？傅文英有点疑惑，自己女儿竟然和别人合得来，这是我的好朋友苏荷。楚婉宁直接一把拉过苏荷，我都要怀疑她是妈咪你派的卧底，说话跟你一样的。傅文英明白了，自己的恋爱脑叉烧女儿怎么突然就开窍了，原来是遇到个好室友，跟我说的一样，你还不听我的？听，妈咪总是为我好的，还是后天吧，后天只有早上有课，我上完课来。傅文英笑得非常欣慰，女儿这也算走上正途了。第2天，唐三没有来找楚婉宁，而是去接叶玉娇出狱了。原来开学典礼的事儿闹得挺大，竟然让叶家发现叶玉娇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于是，在叶家的干预下，李晓峰改口推苏荷下楼，单纯是自己为叶玉娇抱不平，不是叶玉娇指示的。而叶玉娇不愧是霸总文学小娇妻女主，坚信唐三和楚墨寒会救她，咬死自己没有害苏荷的意图。李晓峰在叶家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后，把事情都揽到了自己头上，并且施压，马上就把叶玉娇放了出来。楚婉宁咬着后槽牙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死丫头，命真大。”随即又笑了起来。叶家小姐走失以后，叶家又从福利院领了一个女孩，当公主一样养着。那位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苏荷的母语是吴语，果然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霸总文学，这又是什么真假千金的梗了？大小姐，你哥去接叶玉娇了吗？苏荷突然发现没听到楚墨寒的事。唐三去了，我哥应该就没去。唐三退婚打了我的脸，我哥暴打了他一顿，唐三不敢出现在我哥面前。本来苏荷还感慨自己魅力够大，把大小姐都影响得动手了，原来是家学渊源。这样看来，楚墨寒还不算没救。这种重要角色应该都有支线任务和积分，他得好好开导楚墨寒。要说这叶玉娇真的很能蹦跶，上午刚出狱，下午就来堵楚婉宁了。楚大小姐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我随口的抱怨会让李晓峰这么疯狂。叶玉娇一身白色连衣裙，裙摆微微凌乱，眼底含泪，欲哭又止，楚楚可怜。围观的人都要怜悯她了。不是大姐，被推的是我，你跟谁道歉呢？苏荷可不吃这一套。苏荷姐姐，真的对不起，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，你要什么补偿都可以。苏荷眼皮子都没抬一笑，到那你给我磕一个。叶玉娇努力流下来的泪卡在了眼眶，嘴巴微张，甚至能听到她喉咙管里那个下意识的做不到就别装。苏荷蔑视。楚婉宁面不改色，端地是高冷饭，内心实则狂喜。原来让叶玉娇吃瘪居然如此简单。同学们围观了全程，本来还被叶玉娇调动情绪心热，一下子氛围被苏荷干碎了。苏荷，你够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就是楚婉宁身边的一条狗，叫玉娇给你磕头你也配？护花使者唐三火速奔赴叶玉娇面前。哦，都是狗，我好歹是大小姐的爱犬，你只是一个舔不到叶玉娇的野狗。苏荷满不在乎，你叫的这么大声，要不你帮他磕？楚婉宁，你就看你的狗这样说话。唐三破防了，要磕就磕，不磕就滚。楚婉宁分外冷漠，现在连看唐三一眼就厌烦。本来挨了就烦，面对叶玉娇的表演，楚婉宁视而不见，转身带着苏荷干饭。苏荷边下楼边挥手拜拜了，没名没分的大舔狗。唐三破防，再次询问叶玉娇为什么不想谈恋爱，是不想谈，还是不想跟我谈？叶玉娇无法回答，只是哭。无奈唐三只好心乱如麻的送叶玉娇回宿舍。隔天上完了早课，楚婉宁去律师办手续。本来楚婉宁想叫苏荷陪她，苏荷拒绝了，一是因为事关财产还是比较私密的，二是他打算去找蒋教授讲词，之前替苏荷说过话。就在苏荷拜别蒋教授之后，偏偏又遇到唐三这个叉烧了，阴魂不散。楚婉宁叫你过来跟我道歉，几个菜啊，磕成这样。苏荷真的不理解唐三的脑回路，你等着吧，等楚婉宁求我的时候，我让你好看。唐三放狠话，就挺难评。唐三这个发言就像个小脑发育不完全、大脑完全不发育的弱智，然后掏出一张名片塞给唐三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唐三一看名片是新城医院精神科的名片，他恍恍惚惚好像听到了苏荷的脸对他说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吓得他马上捶了自己脑袋一下，该不会自己精神真的出问题了吧？